皇家马德里淘汰了卫冕冠军曼彻斯特城，与拜仁慕尼黑会师欧冠半决赛，至此英超球队全军覆没，进阶 out。这两场球，阿森纳输在了经验战术，却赢得了尊重；曼城运气欠佳，点球败北，但是确实应该接受批评，特别是队内的一些明星球员。下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赛后情书。先说阿森纳和拜仁。阿森纳去到客场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与我们赛前前瞻所说的一模一样，双后腰、双后卫、双前腰，就是奔着蹲坑去的。在阿尔特塔的视角当中，哥们儿我做安联，那你得攻我呀，对吧？拜仁你图赫尔不得夸夸安排两个边路飞起来，45度往里炸起来，前场疯狂压迫我，那我趁机抓你反击，两个边路一击致命，就像他打曼城那样。结果没想到图赫尔来了个倒反天罡，哥们儿他也蹲，开场就摆出4后卫，同时加俩双拦截后腰，再加上格雷罗在左前卫主动让出球权，你来攻我呀，一下子就把塔子哥弄不会了。那球在你手上，你总不能不攻吧？双方就比较谨慎的互相试探。但是拜仁这有挂哥呀，诺伊尔和今天皇马的卢尼好像有光环附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同时他还能弥补后场出球不足的问题，组织调度进攻，实在是太重要了。阿森纳几次很有威胁的射门，甚至你连角球都没创造出来。那么反过来，德伊右基米希站了出来。基米希这个球员啊，打中场有很多缺点，打右后卫其实他也有一定的缺点，但是在精神属性上，他是牺牲在拜仁中最有战斗属性的德国球员。关键时刻他敢于站出来，对吧？你甭管有没有用，最起码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进了一个球之后，拜仁换上了2名中后卫，4个中后卫加上2名偏后卫啊，硬生生的守到比赛结束。我一讲，很多兄弟们都懵了啊，4个中后卫，真的假的？真这么回事啊！这场球要是输了，图图要被开会开麻；但是赢了，那就是顶级的战术大师，这活整的够硬。赛后我看到了阿森纳球迷的一条评论啊，感觉好像每一次故事我们都是配角，很心酸，但这就是足球。不过我觉得阿森纳是收获了未来。从这个赛季来看啊，不管是联赛面对强队还是欧冠面对拜仁，阿森纳都是有着自己明确特点和还手能力的。球风美丽，姿态优雅，已经有了当年教授在的时候的影子。我相信未来几年阿森纳必定会拿到属于自己的重量级冠军。曼城跟皇马这场比赛啊，其实我很不理解瓜迪奥拉，心里有几个疑问啊：斯通斯为什么不上？碧玺和福登为什么不交换位置？90分钟为什么要换哈兰德下来啊？直到我看到了赛后采访，我才恍然大悟，不是瓜迪奥拉的问题。我很少批评哈兰德，因为我觉得呢，他遭受了太多的不是他这个位置上的无理要求。但是今天没话讲，必须给他开会。假设不是伤病因素，那么他真的是太懦了。在常规时间结束进入加时赛的情况下，是有很大可能性要进入点球大战的。那么这个时候，作为队内第一点球手，竟然会主动要求下场。你才23岁啊！C 罗、梅西、姆巴佩会在这个时候要求自己下场吗？就这场比赛，跟你同场竞技的贝林厄姆，他有要求自己主动离场吗？德布劳内30多了，大伤赛季，70分钟的体能是硬生生拼了110多分钟，那脸都发白了，对吧？才要求把自己给换下去。你才23，还是跑动相对较少的中锋位置，90多分钟你跑不动了。对面卡瓦哈尔全场领防曼城主攻路，先对付格什，再对付多库，拼到双腿抽筋啊，那路都走不了了，110多分钟才下去。如果是因为自己浪费机会多而丧失自信，那么你很难被称之为超级巨星。作为一个球队工资最高、开火权最多的明星球员，关键时刻你站不出来没关系，因为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也不可能每天都是属于你的夜晚。头球不行也没关系，因为你可以练，球迷也可以等你。但是不敢站出来，那可就全完了。哈宝，如果哈兰德不下去的话加时赛瓜迪奥拉可以用阿尔瓦雷斯换下德布劳内，斯通斯换下阿坎吉。因为阿坎吉也是主动要求离场的，110多分钟，阿坎吉也不行了。那么斯通斯估计原来是不准备让他出场的，可能是有伤在身。那么曼城呢，最起码你确定会有2个顶级点球手可以罚点球，不至于最后埃德森作为门将来去罚最后一点。当然了，埃德森的这个质量还是最高的啊。不管怎么样在我心中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有些时候拥抱失败比逃避失败更像是一个勇敢者，而足球是勇敢者的游戏。当然了，如果是有伤在身那么就另说。至于战术层面上，可以讲安帅是招招致命，瓜迪奥拉则是有点瞻前顾后。先看开场布置，上一场皇马主攻的是你右路，好，这一场我换到你左路来，一个非常好的抢开局战术。进了一个球之后，马上开始全线退守，奔着就是1-0或者点球大战赛前我一直在说，皇马想赢点球大战必须作为战略武器，因为越拖曼城越急，真到了点球他的心态肯定不如你好。那么安帅相当有魄力。下半场看到大傻被冲的都要唱一跳舞了，实在扛不住了，马上把双前锋全换下来，我彻底不要进攻了。这他前场上除了一个普拉辛迪亚斯还有一定进攻属性，贝林厄姆整个球员全部做成8号位置用，没有一个人留在前面，我就拼我的意志品质，就看我能不能防得住，我就要跟你打点球大战。下半场曼城的最后一名球员甚至已经站在了皇马球门30米外的大禁区前，随时可以射门了，而皇马10个人全部站在禁区内，让我一瞬间想起了当年穆里尼奥的国际米兰面对梦三时那种感觉，全员深蹲，每个人眼睛像狼一样盯着进攻球员，无时无刻都准备上去封堵对手的射门。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按着皇马打120分钟，除了曼城；但是也没有人可以扛住曼城狂轰120分钟，除了皇马。全场比赛射门数33-8，角球数18-1，可想而知皇马球员遭遇了什么样的压力。他甚至没有怎么进入过曼城的半场啊。换成别的球队啊，在曼城打进8平1击球之后啊就崩了，但是他还能再守40分钟，这就是独属于世界第一俱乐部的精神属性。你不服啊，还真不行。至于曼城瓜迪奥拉，我们赛后看看他也没办法啊。斯通斯大概是有伤踢不了，少了个这么正眼，那么他的3-4-1就缺少控制力。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曼城前场进攻需要空间，因为他人多啊，他前场不停地在堆高位逼抢、堆高位压迫，包括他前场不停地在利用人数优势啊制造传控。所以呢，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个控球能力。那么阿坎吉作为后腰，进攻时会牵制到对手禁区前的空当，但他的处理球啊却并非进攻型球员，他毕竟是一个传统型后卫啊，导致他不能制造威胁。那么他站在了一个空当却不能制造威胁，就等于他是一个防守队员呀，你空当没了呀。但是曼城你有没有别的解法呢？还真没有。替补席上，第一，你没有斯通斯的替代者，阿坎吉已经是完成这个任务完成的最好的，甚至边后腰你也没有，这些通通啊都要给管理层记上一笔。你想打4后卫都没得打。下窗的引援目前来看是非常不合格的，最贵的努内斯压根就没有任何作用。再说回场上，福登和碧玺的换位啊换的有些晚，在右路福登面对门迪基本上没有任何声音。这场比赛福登表现不好，浪费了几个绝佳机会，也能创造几次威胁，但是瓜迪奥拉依旧没有拿下他。不是我帮瓜迪奥拉说话，你说你用谁换呢？鲍勃太年轻，他不敢用，对吧？皇马那边也没敢用居莱尔，唯一的换法就是不下格什，多库换福登，多库踢右路。但是多库换格什是成功的呀，他冲碎了卡瓦哈尔，制造了半瓶进球。阿尔瓦雷斯又因哈兰德的主动离场用掉了这张牌，所以呢，瓜子是真没办法了。你说上谁呢？比赛来到典型大战啊，基本上皇马胜算就大多了。不说心态上，就卢宁一场比赛，他几次扑救啊，扑了10几次，都扑麻了，都9.7的评分啊。你埃德森后边都快感冒了，手上的感觉就不一样。至于点球手，我不想过多的苛责。12码线前吴诺夫，每一个敢于站上去的都是英雄。那么这场比赛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对接下来的英超形势造成很大的改变。首先，曼城体能耗尽，但是周末就将在足总杯半决赛中面对切尔西的挑战。可以这么说，现在的曼城是他最虚弱的时候，能不能守住这一个冠军希望啊，其实不是这么的板上钉钉。而紧接着英超联赛，曼城却是可以全力以赴，是不是就此英超就要大结局了呢？白云压城城欲摧啊！恭喜皇马，恭喜拜仁，也感谢曼城和阿森纳啊，给我们奉献了如此精彩的欧冠盛宴。